2007年10月中旬，初音未來遭遇了最嚴重的畫像消失事件。當時的日本論壇瞬間被陰謀論吞噬，戰火滿天飛。但就在這場混亂的風暴中心，卻有一抹黃色的閃光，奇蹟似的平息了眾怒。他們有專屬神庫，名字甚至是截取自於當時酸民最愛刷的一句敷衍留言 Akita Neru。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位 Vocaloid 史上最傳奇的衍生角色防火 Lloyd 亞北英流，他究竟是如何從一個時薪700元的洗版仔，最後成為官方公認的歌姬了？關於畫像消失事件的詳細始末，我會把影片放在片尾的資訊欄。看完這部影片的話，可以大家去補一下。隨着陰謀論越演越烈，論壇突然湧入了大量疑似受僱的工讀生瘋狂洗版，而他們呢最常重複的一句話就是 Akita Neru。你不洗還好，這一洗反而讓大家更加的火大。就在論壇快要失控的時候呢，畫師 Smith Hyhoga 想到一個非常絕妙的點子：如果我把這些煩人的洗版酸民變成傲嬌萌系美少女呢？順着這個反向操作的靈感，2007年11月1日，他用了那句日文諧音，創造出了亞北英流。結果你猜怎麼着？網友們的注意力全部被這個可愛的角色給吸走了，論壇的風向直接來一個180度大轉彎啊！大家都不吵了，就因為他莫名其妙的幫論壇滅了火，粉絲還給他一個專屬稱號防火 Lloyd。那既然是從酸民洗版中誕生的角色，亞北英流的身上自然也藏着滿滿諷刺當時網絡生態的時代密碼。他的基本設定是17歲、150公分、38公斤，再配上一雙傲嬌標配的上吊眼。而那撮最招牌的金色單馬尾，最初版的設定其實是真髮，但因為 Smith Hyhoga 當時的畫工還不夠的成熟，被網友吐槽畫的太像假髮了，最後乾脆的將錯就錯，讓他的假髮變成正式的設定。直到之後的訪談中，有主持人問 Smith Hyhoga 他的頭髮長回來了嗎？結果他給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所以呢，他現在的頭髮的定位就是薛定諤的貓哦。顺带一提，亞北的亞是要打成像我上面寫的這樣子啊，你絕對不能打成日文新字體的那個亞啊，這應該算一個小知識吧。除了這頂假髮，他身上的細節也全部都是彩蛋。初音未來的左臂上面印着01，而亞北呢，則是一個紅色的 DEN2。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當時被懷疑是幕後黑手的電通廣告公司。不過呢，他在後來專門介紹設定的文章裡面，卻對這個巧合含糊其辭，特別聲明 DEN2 純屬虛構，跟現實完全無關。那不管他到底是真的在裝傻，還是為了避嫌啊，他確實把其他支持陰謀論的出版設定全部都默默給刪掉了。而在他左手的袖套上面也裝了一個鍵盤，但就如同我之前在 Short 裡面說過的，他那個鍵盤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給你插線，完全就是一個沒有用的裝飾品。他真正的上網設備是藏在他裙子正前方的2個小口袋裡面的小型顯示器。為了上網發文，亞北出門身上呢一定會帶好幾台的手機，這都跟初音出門要拿蔥是一樣的道理。而他最常用的型號是有黃色版本的 NTT Docomo D905i 以及 Wellcome 的智慧型手機。沒錯，他其實是一個重度的科技宅，瘋狂買這些科技產品的校長就是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窮。這也是為什麼他只能去當一個時薪700元的洗版工讀生啊。他不賺錢，他就沒錢買新的設備，然後他就繼續沒錢吃飯。那你去打工就算了，他還把印象操作玩到了極致。實際上呢，他明明是一個勤奮認真的人，但一到工作的場合就會開始瘋狂划水摸魚，故意的把任務給搞砸，給人一種懶散敗事有餘的糟糕印象。他就是那個滿嘴抱怨、凡事都嫌麻煩的態度，把真正的自己藏起來。其實呢，他私底下是一個超級憧憬宅文化，是初音未來的死忠粉絲哦。所以他在服裝跟髮型上都在刻意的模仿初音，但是因為他又非常的害羞，所以他只買了一個單馬尾。而他的服裝呢，都是百元店裡面的材料買來的，就算是從百元店那個便宜的地方買來的布料，他依然還是付不起足夠的布料費，導致他的布料不足。这也是他為什麼會有露臍裝、短領帶以及他背後2個洞的由來。隨着角色逐漸的豐滿，亞北家族的設定也越來越龐大了。當時雅虎搜尋引擎的圖片搜尋結果長期異常，網友就開玩笑說裡面一定有一個人在內部手動的修復，而這位苦命的虛擬員工就被設定為他的弟弟 Akita Neru。還不止這樣，他還和初音未來、從 Intedo 組成了 Vocaloid 歷史上最經典的神仙組合3個笨蛋。這個組合在傳奇制作人 Lamazep 的百萬神曲 Triple Baga 的推波助瀾之下，可以說是紅的不像話啊。而近幾年呢，3人的互動再次受到關注，大家應該也都有注意到吧？現在這個組合也是非常多的歌曲都有使用到的。而3個笨蛋呢，也重新成為了 V 圈最常被提起的經典組合之一。那大家會不會有一個非常大的疑問呢？亞北起初只是一個你嗆網友的集思廣益的虛擬形象，並不像從 Intedo 那樣被賦予了完整的原創人格以及獨立的地位，這讓不少新入坑的粉絲以及海外的網友都誤以為他是被設定只能靠着手機打字溝通的角色。那他究竟是用了什麼樣的魔法，才能在這些百萬神曲裡面大展歌喉呢？答案非常的簡單，也非常的直接，那就是直接魔改現有的 Vocaloid 的角色。早期的創作者們會將初音未來或是靜音領的聲音進行參數的調整，借此模擬出亞北的聲線。在當時的 V 圈，亞北的聲音其實沒有非常標準的一個答案，每一位的 P 組都有自己的獨門調教配方。舉例來說，環境 P 以及 Naname P 都曾將 Gain 的性別參數調到93，這個數字巧妙的把代表初音未來的39反過來，象徵它作為初音反派亞種的誕生背景。而也有創作者加入了專屬的彩蛋，像是 Owada P 就把初音未來的 Gain
電池調到38，而這呢也剛好對應了亞北英流38公斤的體重設定。所以呢，亞北的聲音設定極度的自由。有些人呢偏好初音的聲線，那有些人認為靜音領的基底更符合亞北的形象。這一切全看創作者自己的喜好以及想象。靠着這些有趣的設定，亞北在當時的二創音樂圈可以說是混得風生水起啊！除了一定要提到的極致傲嬌名曲《不在不在我的賽》，還有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由一行 P 制作的。現在呢，在有些亞北的一些留言區裡面也可以看到，亞北跟靜音領合唱的 OK Midori wa Tekida。這首原創曲直接把矛頭對準初音未來，歌詞裡面各種嘲諷這位綠色的歌姬。在當年那個大家都還在玩惡搞的 V 圈，這首歌絕對是經典中的經典啊！當同人角色的影響力大到連官方都無法忽視的時候呢，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2008年的4月1號，初音未來的母公司 Crypton 終於簽署了備忘錄，正式將亞北英流以及另外一位超人氣的亞種若音 Haku 一起收編為官方公認的初音衍生角色。一個原本用來平息炎上的洗版仔，就這樣成為了官方認證的偶像。拿到官方身份後，亞北理所當然的加入了 Sega 的初音未來 Project Diva 系列。不過在初代的遊戲裡面，官方很偷懶的只把它當成初音的換色模組，讓它跟初音一樣笑得燦爛。這個情況就很像，我要怎麼解釋？大家有玩過世界計劃吧？你把 MV 裡面笑夢跳舞的位置換成小周在跳，大家應該能夠理解到底有多違和了吧？所以呢，遊戲一發出，馬上就引起了粉絲的強烈抗議，覺得他根本就不符合亞北的傲嬌人設。而 Sega 呢，也聽到了玩家的抱怨，所以在 Project Diva 2裡面也修正了他的性格，讓他跳脫了初音未來，成為了他原本傲嬌的性格。在遊戲裡面有個非常可愛的設定，如果你在選單畫面放着不理他，他會直接不耐煩的發脾氣，甚至連語音都直接採用同人圈的初音未來變調的經典設定。而這波操作呢，也讓無數的玩家大讚官方是真的有在聽玩家的意見啊！這股影響力一路延續到了今天，2026年可以說是亞北的文藝復興。今年4月，亞北和若音也首次以龍貓玩偶的形式登陸日本各大的遊樂中心。遊樂中心？緊接着在6月4號的活動上面 ，Good Smile 也正式宣布要推出他們全新的黏土人模型。回頭看我們剛剛所說的故事裡面，亞北英流源自於充滿惡意的洗版留言，但他卻在畫師的筆下成為了撲滅戰火的防火 Lloyd。而且在無數的批主跟粉絲的創作下，他也長出了傲嬌的性格，擁有了自己的專屬神曲，而他也成功的登上官方的舞台。他仿佛已經跨越了虛擬角色的那個界限，讓網絡文明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對我來說，我也希望現在的網絡社會也能用一樣的方法來化解衝突。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它誕生的背景故事，記得點擊片尾的鏈接去補課。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好，我們下次見了。